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哈。我们先分享一个同学的一个小体会，也是回答一个问题啊，是张喜林老师的一个体会啊。他说：“李老师您好，说我不善言谈哈，是很少表达自己的心声，但是我从内心里面感受到老师啊是我们心中最亲的人哈。说老师无偿的为我们讲授中国传统文化课，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这是我自己讲这课也好，跟大家一起锻炼哈，这都是我自己的喜爱哈，也是我们前面曾经分享过的，就是这是我的修炼，也是我的合一。我通过这种方式呢，也和大家合一，和人天合一哈。他说我和我的朋友私下里啊，常常提起您，说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时常时用您教给我们的理念相互交流和鼓励，说不知不觉的好像比以前的自己啊更成熟了一些，自信了一些，也善良了一些。但是比起群里其他真正修得好的老师，又觉得差距太大，说自愧不如哈，就是平常分享的很少，其实完全不用这样想啊，就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体会，都可以在群里和我们分享。说我和我的朋友燕玲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不太爱交流，特别是不敢面对老师，和自知离老师的要求还相去甚远，更怕一开口就暴露出自己的不足，然后自己后面说这是自己的小我在作怪哈。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分享自己的这些感受、这些体会，这些感受体会它没有高低，说这个是高，那个是低，没有，都是你只要是真实的，就是美好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感受，它不存在说这个感受高，那感受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可以勇敢的去分享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在锻炼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一些心得体会。当你自己把自己美好的感受分享给大家的时候，也会给别人带来启发、一些鼓励啊。然后他下面就讲的说对了，李老师啊，最近我一直有个问题啊，就想问您，但又不好意思开口，是这样的哈。说我半年前呢，因为脚拇指双脚拇外翻哈，就是拇指外翻，疼的没办法走路就进行了手术11年前就手术过，已经第二次了哈。就好几个月没办法站桩了哈，这有时候甚至就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站桩，而只适合打坐说请问老师，这种情况如果手术完全恢复了，医生说可能至少1年，可不可以站桩？希望是可以的哈，因为我知道没有站桩的基础就很难静和定，而且我觉得站桩高度集中对我的记忆力也很有帮助哈。说这儿呢就要说一点，就是站桩的时候，你比方说无论是脚因为什么原因疼痛也好，什么也好哈，你站桩怎么样站哈，就要调整这个姿势。就你往这一站的时候，一定注意这个百会是往上虚旋，就往上虚旋，就好像有个东西真的提着你一样旋，特别是整个身体这个放松回到前面我们曾经讲过那一刻你往这一站，一个放松不是说放松放下来这样一落，就把整个身体重量全都压到脚上去了，压到腿上去了。这个放松，我曾经讲那个解放，就握着一个围巾，一松开，往四周去放松。是你往这一站的时候，一站在这儿，百会一领，就好像整个身体搭在周围这个虚空中，这还有个桌子，一搭在桌子上，这个桌子就支撑我的胳膊了。那我在这没搭在桌子上，我搭在虚空中，就整个身体是虚的，搭在虚空中。胳膊搭在虚空中，身体、腿、全身都是搭在虚空中。当然，你也不要想着浮上去，浮上去也不好，你去往上走也不好，就搭在虚空中。你只要用这么个心法一去做一带，你顿时就觉得那个小腿和脚吃的力量就弱了，真的就下去轻松了。那种感觉，而且你在站的时候，你往那一放松，你感觉整个腿、整个脚是个空的，是空进去了，所以意到气到，一空进去，那就好通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待着的时候，那个放松，一放松是往虚空中放松，
虚空中放松。当然了，如果说你站桩站的难受或者脚疼不适合站桩，那就先不要站，就打坐、静坐。我们这个每一天锻炼，最后留一点时间静坐，因为没那么多时间哈。其实静坐非常重要的哈。另外也是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么静坐也是一样，也不是说一坐就身体这么压，也是百会向上虚旋，也是整个身体放松到虚空之中。你不要一坐就好像把所有的重力全压到你的腿上，那也不合适。一旦就是空的，就是松的，在这么种状态下去锻炼的时候，就有利于全身的这个气血通畅形气神就都得到调整了。所以回答喜林老师的这样一个分享，一个问题，在讲这个站桩的时候、打坐的时候，这个放松的这种状态，一定是空松的，是往外解放开的那个解放，不是往下落下的。身体里面是空空荡荡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好了，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下面要讲的这样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也是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平常生活中你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我们有不少同学会打太极拳，太极拳里面有一招呢叫如风四臂如果说不会的同学，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视频我看这光线是不是更好一些叫如风四臂。这个如风四臂这个动作呢，其实动作不复杂就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可能都会做，很短的这样一个小动作。那这个如风四臂呢，你看它就动作很柔和的向前推向回收，如风四臂。那旁人看来不过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好像防御的招式一样。但是你要这样深入其中，你去研究它这个如风四臂，你仔细去琢磨去体会你会知道它不仅仅是拳法，那你可以当然把它当成拳法去练它更是什么呢？它是守护我们精神世界的一个高明的心法我就从中提炼出这样一个心法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个拳法的名字你就通过如风四臂，它就藏着很清晰的智慧。这个风是干什么风是拒敌于门外，敌人要来了，把它封到外面去。拒敌门外，那越远越好了，你敌人不要打到我的都城了拒敌于门外，拒敌于疆域的外面。臂呢，守己于户内，要越深越好。分拒敌于门外，越远越好。这我从中得到这样的一个心法的体会，大家注意听那再展开来说呢，它就是分明是好像是两道门的这个艺术一样，一道门是对外，一道门是对内的。这讲的是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或者内心这个心门。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你的精神内在里面，本应该呢就像一座清净的庭院，很清净的。你本来是里面应该清净，应该是干净。然而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心门，我们这个门里面这个庭院这个门是敞开的，其实都不是敞开的了，简直都没有门板，门板都被拆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进。就像你家的后花园，门都没了，谁都可以进来，墙都就塌了，谁都可以进来，那还是什么你们私密的花园呢？对吧？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什么样的思绪、观念、情绪、欲望在里面来回的穿梭，自由穿行。庭院里面堆满了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你内在这个庭院，那个宁静荡然无存。大概说是不是这样吧？平常你的内在的精神世界是不是这样？特别现在那些无聊的短视频也好，等等也好，什么东西都往里进。那谁让他往里进的呀？你自己呀，你都没有门你没有封闭，所以什么东西都往里进。进去之后，有的东西真的就可以成为你的敌人，是如风四臂，是拒敌打拳嘛。
那真正的敌人呢，不是在外面。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拳法中的对敌，在心灵的修炼中，还有另外的新的所指。外敌，拳法中，我们心灵修炼中这个外敌，指的是什么呢？是思想世界中的信息洪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不是说没有信息，像过去，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哪有没有互联网，得到点信息，从一个什么杂志上，哎呦看点东西，从报纸上看点东西，现在就不一样了，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信息过剩。你打开网络，太多的信息每天往里涌来，他人的评价、社会的标准、消费的诱惑、无休止的那些比较，就这些外在的敌人会为外想，如潮水般他就想进入你的心门。你看是不是？你打开手机也好，电视也好，网络一下子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那等着呢。就你的心门只要一开，你没有这个门，没有这门板，那信息就进来了。这是外敌。那么内贼呢也有心灵家园中的负面的访客，我把它叫做负面访客。这个呢是更加微妙的内在的贼，像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它不是来自外面，而是长期寄居在你心灵庭院中的那些不速之客，那些寄居者。他本来你没有的，进到你身体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就好像寄居在你心灵庭院中的那些什么寄生虫一样，那些不速之客，它蚕食着你的宁静与快乐。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多数的人终日被外找所牵，外面所牵，被内贼所困，身心疲惫而不自知。因为什么？你这个庭院访客不断，你这个庭院内贼也不停，你说你还能不累吗？说你整天没干多少活，可是为什么觉得很疲倦呢？内贼太多，外贼太多，你这个院子里面乱七八糟的人在这儿很嘈杂，你还怎么能宁静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给这个门上锁呀，如封似闭。那么如何在实践中去践行这个封与闭呢？第一把锁叫外想不入，这不是让你对世界充耳不闻，而是建立起心灵的那个防火墙一样，在需要专注的时候，需要安顿你心灵的时候，主动对外面源源不断的干扰的一些信息说什么，请止步于此。就你给你自己一个界限，你封闭了，你不能进来了，止步于此。就打坐嘛，你打坐，轻轻告诉自己，此刻外界的干扰不入我心。你真的有一种力量往外一推，拒绝在外面，越远越好。你要干活工作的时候，提醒自己，此刻我在这工作，别人对我的评价那都不重要。就往这一待着，就好像外面那些评价那些事情，远离了。这不单单是心法，就是一种真正的一种感觉。你要把它落实到行动中的心法，你推出去，就好像平常那些思想，一种感觉，推出去了。也就是说，你那个门关上了，那有门你本来就有，你把它关上了。你不是去对抗世界，而是学会什么呢？在恰当的时候，我要关门，关到门外去了。我说清楚了，外想不入。那第二把锁叫什么呢？叫内想不出，就你里面的东西不往外出，这个是更精微的守护，因为是内贼更难防，是吧？守住你内在的那个珍贵的东西。打坐的时候体验宁静，站桩的时候涌现的力量，生活中体悟的智慧，就这些精神能量，你要不加护持你打坐的时候有那种状态，站桩那种精气，你要不加护持它，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就被消散掉了。这就好像我打个比方，如同珍贵的那个香气，
美酒，你不应放在敞开的那个瓶子里放着，敞开的那就走了，对吧？你要学会在喧嚣中避藏你的心灵财富，这不是吝啬，而是什么？让他们在内部沉淀、发酵、升华。所以古人讲说养生莫若色，吝啬这个色，就养生也很吝啬。这个吝啬不是说我不舍得帮助别人，就是吝啬你的精气神，我不应该在没有必要的地方浪费掉它，叫内向不出。我内在这个美好的要定在里面，这个门要关住，不能往外出了，不能往外散，不能让内在里面干扰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是两把锁，外向不入，内向不出。里面一定住了，内在不出。嘿，我有一个场一样，外向不入了，真的得这样。就像平常你关你的家门一样，要关好自己的心门。那说有人会问说，这个封闭之后用什么东西来守护呢？所以我就觉得最高明的这个封闭不是真正有什么东西在那待着恰恰是无招，就那个无的招。就像太极拳讲的以柔克刚这如封似闭，它不是硬碰硬。那这个如封似闭是手有动作，那没有动作，那应该怎么样呢？那你有觉知要以觉知为边界，以心灵为城墙，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如封似闭，往那一待，往那一站桩，一打坐，你的意识、你的觉知往外开。我本来这个觉知这很宽广的一片后花园，我的心里建了一座城墙一样。这本来都是我的世界，不能让别的东西进来，我要把这个门用你的觉知为边界，你的心灵就是那个城墙。我说你往那一待，就有那个觉知那个力量，一种无的力量一下充斥到无限虚空，在这无限虚空之中都没有杂念，因为这都是我的精神世界。当外面的纷扰的东西来袭的时候，袭扰你、干扰你的时候，不与它争辩。你不用说我用正念去对抗妄念，不用，你只要觉察它来了，你觉着这是我的精神世界，你定到这上面去，定到那个无的空无的精神世界上，它就会什么像风吹过水面一样，不留痕迹就没了。你不要跟他斗争，你只要负责关我的门。那内贼出来作祟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不要想我怎么又这样了，不要陷入这种自责。你不用应该去压制，不应该，你应该没有，你不应该怎么样，不用这个，你只看到它的存在，用无作为武器。我只注意这个空灵的状态，它就会像云一样飘过天空，任其流走。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拿这个剑去护人把外贼到外面，内贼到里面，不用。你不需要持剑守卫，你本身就是一座完整的城池。也就是说，你的觉知照亮之处便是边界，你的空明所及之地便是净土。我说清楚意思没有你的觉知照亮之处，你觉知所到之处就是你的边界，你能觉知到那就是你的边界，那就是你内在的心灵的花园。你的空明所及之地就是净土，你内在哪儿是空明的，哪儿就是净土。我说清楚意思没有那么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如何去践行这样古老的智慧呢？比方说早上醒来第1分钟，你不要着急抓起手机再看看有什么新闻，有什么再刷一刷。有的人现在就是这样，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就这个闭着眼睛有觉知的呼吸几次，完成一次
关闭呀，如风似壁呀，要守住一夜安眠带来的清静。就像过去讲我们那个存夜气，醒来了，不要着急，看看手机，看看，守住这一夜带来的宁静，存夜气。先来个如风似壁，先我一醒，先检查我的边界，不要一醒来就把贼引进来。咱们现在很多人一醒来一手一拿就把外贼引进来了，对吧？就是一醒来就如风似壁。或者平常在即将你要发怒的时候，那个临界点呀，停顿1秒，再完成一次封闭。封闭什么呢？将你要刺激性那个语言，骂人的那个话挡在心门之外，不出来。就给自己什么？你不要去直接反应去骂人，要给自己有个回应的空间。过去我们讲了，不要反应，而要回应，给自己选择留有余地，一个回应的空间。就像对敌一样，你中间有一段距离，你面对面了，你就麻烦，有一段距离，有一段空间，把它拒在之外。有的时候我们平常太多信息看手机什么信息过载了，就很累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主动断网，完成一次彻底的如风似壁，恢复内心的秩序和清晰。就像我们手机开的过去飞行模式一样，我断网，我跟你不去链接，彻底的封闭了。你需要网络来连接的，我先断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吧？甚至你在刷短视频的无限的说着滑动的时候，你要意识到，我自己在被算法牵引。轻轻的放下手机，你就是一次小小的精神独立的宣言。不停的刷算法，刷你要看你喜欢看什么，给你放下来。这时候那个算法，你在算法的面前，你就完成一次独立的宣言。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平常你天天弄，你被算法控制，你都不知道，就好像你被别人玩了，你都不知道一样。你觉得你在主动的刷，其实不是你不是主动的，你是被动，你是不知不觉被动的被算法把你的精气神给带走了。所以这时候意识到，放下它，不随着它走，你就完成一次精神独立的宣言，完成了一次如风似壁。那大家想，我们要封闭呢，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是我们不能开放了？不是这样的如风似壁就可以是关闭，是为了更深的打开。如风似壁，你看似很消极，其实是很积极的能量管理。我们如果说经常看新闻，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就物理学家就讲说，最深远的太空探索，或者说你要探索太空中一些微观的极微观的一些粒子，需要用最精密的什么呢？隔离技术。为什么有很多要在地下很深的地方做实验呢？他要把别的东西隔离掉，所以要最精密的隔离技术，隔绝一切干扰，才能捕捉到那个最微弱的信号，那个粒子才能捕捉到它。同样呢，当我们学会屏蔽外面的嘈杂的时候你才能听见内心最细微的声音，连接生命最深处的智慧。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物理学家你探索太空探索或者微观探索的，他就需要屏蔽掉外界的很多东西，最精密的隔离技术之后，才能捕捉到那个微弱的信号。我们生命也是一样，你只有屏蔽掉表面的那些嘈杂，才能听见内心最细微的声音，连接生命最深处的智慧。所以这个呢，它并不是说逃避世界，而是为了更好的去拥抱世界，更好的带着清醒的头脑，完整的心灵，而不是带着被塞满、被耗尽的疲惫之躯。你要天人合一，你就累得不得了，疲惫之躯，你怎么去和外面去合一？大概讲是不是这样？
你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完整的心灵，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拥抱世界。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来个静坐几分钟，或者站桩多长时间。比方说你就很简单的就拿5分钟来实验，前2分钟实践风，外面的干扰被柔和而坚定的挡在了门外，你是无，但是这个无又很坚定，外面的干扰没了。那后3分钟可以实践闭，感受内在一切消停，归于宁静，如深潭止水。你真的去感觉，你要这样经常这样做，你会体会到什么？就那看似防守的姿态里就如风，好像是防守的姿态里藏着真正的力量。这个力量不是对抗外界的力量，而是守护内在完整性的力量。不是我对抗外面，你内在完整中，你会发现一种力量，内在完整的力量，守护内在完整的力量。所以在这个门户大开的时代，在这个以算法、算力、大数据推行的这样一个时代如风似壁的心法，或许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最珍贵的礼物。给自己的不是给别人去分别人如风似壁是你给自己的一个珍贵礼物，一道门的智慧。如风似壁是门的智慧嘛，守护一整座心灵的江山。所以如风似壁，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动作还不是很清楚，是到底太极拳是个什么样的动作，如风似壁，大家可以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得到。你可以它有这样，你可以这样一个动作，我从这个动作中，我提炼出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心法，如风似壁。真的希望这个心法能成为大家的这一个武器当然这个武器不是说实践的武器，就心灵中的一种内在的心法，来守护我们每一个人整个心灵的江山。好吧，我们现在就开始锻炼对了，我大概说一下，就是最近因为这个公众号上传这个视频它都要求要在1个小时以内数据不要太大了，因为我每一次都1个多小时，所以每次上传的时候就有几次就很费劲，它就怎么也上传不了，然后呢就进行一些反正很费劲，做一些申诉，它就上传进去了。所以呢我就想或者说以后我们就讲的时候这一段呢，我到这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呢，这是分一段上去，然后我们锻炼的时候又分一段，这样的大概就应该这个从这个大小也好，时间长度也好，差不多就能合适了，可能就容易上传了。所以呢，我们到这儿呢，我就停下来。到这公众号上我也会发2个视频，一个视频就前面讲的这个，另外一段呢就是我们锻炼的，可能这样一分开上传就比较容易一些了，好吧？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断掉，然后马上起来我们锻炼就开启另外一个视频了，好吧？就在下面大家可以接着再点击，好吧？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下面的好了大家放松安静，就是你往这一站就应该那个如风似壁，觉知你的心就是那个往一开，就那堵墙一样，那个保护网一样，觉知往周围一开展，就整个天地虚空似乎都是你的后花园一样。外香不入，
就似乎声音啊、形象啊，随着一觉知，哇，全都清空了、清场了。我们前面讲那个清场，一下清楚了清场，外面的空间、里面的空间是内想不出，里面也干干净净。脚分开，然后八字。两臂慢慢上来，身体微下蹲，百会向上虚旋，整个身体呀放松到虚空之中。就像你的胳膊肘搭到桌子上，力量被桌子分散了。现在感觉好像你的气呀搭到虚空之中，借虚空之力，两腿两脚很轻松，很空松，踩到下方也是虚空。脚是松软的，下面是虚空的。安静，如风似壁。和过去讲的说切断一切和外界的联系，藏起来，都是一样的。
无缝四壁用的那个武器啊，那个手段就是无，就是空。站在这儿，以不存在的形式存在，以无的形式而有。安静。静。
大家安静，安静，全身放松。你的那个觉知啊，你扩展，觉知所到之处，都是那个清净的境界。觉知所在之地，都是那个光明之地，清净之地，慈悲之地。在真正的这种如风似壁的境界里，你才能够感受越深，感受越精微，你才能够在越深越精微的层次与世界连接。所以是如风似壁，是为了更好的开放，更细腻的、更深入的开放。安静。
屏蔽了杂音，才能够聆听心音，聆听那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封闭了那些杂物，你才能感受到那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浑圆大气。屏蔽掉各种念头、各种思绪，你才复归那个清净灵敏的本性。这是更深层次的与道解通，神天合一。安静，
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你的觉知当下就是整个虚空，向上拉起，齐平，无风四壁，整个虚空，渐平，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场，慢慢下落，额头、面、胸，安静，指腹、
小腹，富贵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颚上提，下颚上提，下颚上提，转掌，颈椎的后侧慢慢上升。知命门，手向前，到肚脐，点按，两手重叠在肚脐上，尽量好，大家静坐静养。无论是站还是坐都一样，真的那种无风四壁，外想不入，内想不出。大家愿意静坐的，可以多坐一会儿啊，多养一养。我们集体锻炼到这儿了啊，好，谢谢大家。